大家好，上一节介绍了电阻的算法，今天我们继续介绍。我们看一下电阻，我们只做了这个电阻，但是其他的电阻呢，这些电阻呢我们是没有做的，像这些电阻我们都没有做。那怎样快速的把这些电阻也做一下？你看这些电阻我们也没做，我们怎样快速的把相同尺寸的电阻把它完成？假设我们现在做这个电阻，我们双击进去，因为之前我们已经做了电阻的软件库，所以我们在这里选择电阻。这个接下来就是怎样快速的制作相同的电阻算法。我们从这里选择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之前做的软件库，我们选择它。好，它的所有检测算法被带出来了，但是我们还有一步操作，要把这个算法把它复制出来，然后粘贴，把它替换掉，这两个一定要一样的。我们复制粘贴 OK， 然后我们更新一下软件库，一定要注意相同的名称一定要相同，然后点击 Yes OK。 好，这个都是 NG 的，我们只需要把它修改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们选的第一个，把它框缩小一点，缩成一样大，然后点击取窗口，然后再拉大 OK， 就做好了。 X Y 对齐，这个也是相同的，也是把它缩小了，缩小跟它一样大小。然后取窗口，然后拉大 X Y 对齐 OK， 这个就修改完成了。好，第二个算法修改，因为这个是错误的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颜色关闭，我们缩小跟它同样的大小。可以通过键盘移动，键盘的方向键进行移动，移到相同的时候，我们点击取窗口，然后拉大，拉到这么大就可以了。然后是 XY
好，这个算法也修改完成了。我们看一下颜色，然后第4个算法，你看它是错误的，本应该它是显示 NG， 但是它已经显示 OK 了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是这个颜色，没有选对。我们把它缩小了。如果我们颜色把这个绿色去掉，这样子就 OK 了，它就显示 NG。那我们缩小窗口，缩小这么大，然后放在这个位置，把这个虚函删除，然后 Y 方向对称，它是跟着这个2标记走的，但是这个检测结果它只有 40%、59%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小一点，40%都可以。然后我们复制 Y 方向，因为这个焊点已经氧化了，所以它成黑色的。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亮度往后面移动，这样子。我把这个删掉。我复制 Y 方向对称 ，OK， 这个虚焊我们就做好了。然后这个是检测缺件的，它实际已经没有缺件，所以它检测80%，但是我们要把它缩小了，不能那么大，大概这么多，但不能太小了，不能这么小，一定要占这个本体的60%或50%以上，这么大，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是测这个组件，这个是289，这个是028，明显是错误的，所以我们重新要取窗口，我们选中它，在这里点击就选中了，框好，然后在这里点取窗口，我们拉大一点，稍微大一点，往下移一点，然后再取窗口，因为这个明显太小了，再往下面移动一点，好，大概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把它拉大来，好，大概就这样子 OK 了，我们 XY 移动对齐，好，这个算法，这个电阻就已经完成了，我们更新元件库，然后保存退出，好，这个好像就一个吗？这个好像就一个电阻，这种名称的电阻就一个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，因为这个电阻只有一个相同的名称，只有一个位置，其他位置都没有。好，谢谢。